它现在这个中国的新三样还是很强啊，它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动车出口还是高啊，我每年创造的出口的外汇，我每年创造的出超，我还是非常强啊，甚至包括现在连苹果都说我要用长新存储的这个所谓的记忆体啊，我还是非常强啊，是你在看衰我啊？不是，你知道新三样占 GDP 的比重大约10%到12%哦，这么低。房地产的部分占 GDP 30到33%，你补得了吗？补不了嘛。就是说，你靠新三样还惹毛了很多国家，对不对？你在国际上横冲直撞，对外倾销啊，引来贸易摩擦，最后保护主义。即便如此，你的这个 GDP 的比重大约10%到12%这个地带而已嘛。那你光是房地产这个地方坏掉，就坏掉这个地方从家具、家电等等算进去，30到33嘛，所以补不了嘛。所以它的所谓双循环，内循环、外循环，已经放弃内循环嘛。然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哈。根据这个史丹佛大学那个许成刚教授的论述哈，他当面也讲过了哈。我们去史丹佛大学有跟他碰面，他讲的是说，集权专制体制下，权力收割经济利益，所以很多的那个全球化带来的很多经济利益，最后被收割到特权阶级或权贵阶级，然后洗到海外。所以呢，集权专制体制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内需一定不足，购买力被老大拿走了嘛，然后洗到海外去了嘛，所以购买力一定不够。所以呢，产能过剩啊，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然后只好对外倾销。那对外倾销的结果，很多红二代、官二代成立企业在海外。然后呢，钱就放到海外不回来，像习近平才说你们要回来，是这样吗？所以这是一套的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他很多官二代成立企业在海外接案，像“一带一路”的钱，官方拨钱过去在那边搞项目，对不对？那个项目谁接？官二代接嘛，红二代接嘛，等于中国人自己接。哎，对嘛，接了钱，听说10块钱出去，大概有9块钱回来，只有1块钱在当地搞，所以“一带一路”为什么搞得那么起劲？那个就是一个拿钱洗钱的一个手段之一嘛。比如说，习近平提供600亿美金给非洲，听说只有用了60亿嘛，哦，1/10而已，其他的钱就进到个人口袋嘛，所以他们很热衷于推动“一带一路”，当然为自己口袋嘛，然后这些钱当然放在海外嘛。那现在习近平发现嘛，说拿回来嘛，是这个意思嘛。好，那另外除了我要等于说追查你的海外资产，而且我要倒查25年之外，另外就是对他自己的企业，大家觉得非常惊讶。我们刚才讲的北大荒这个故事。你不过1年11亿，我居然要查你，而且是查你过去所有的营业、所有的账目。刚才讲，那也是在查他整个资本利得。北大荒这个故事，我的理解解读是这样哈，就是根据中共过去这几年来应对财政危机的一个模式哈。我先举一个例子，就是范冰冰被查逃漏税哈，然后要补税多少？40亿人民币，对。然后呢，他真的交了。40亿人民币交了之后，对，人民币不是美金哈。交了之后呢，那你因为他排名第1嘛，那排名第2到第10的艺人呢，乖乖的就补税了嘛。那据说范冰冰的那个税款是别人替他交嘛，是啊，比如说王岐山替他交嘛，那可是呢，他一定找那个前面的头号的来树立榜样，他真的要对付的是后面，我要杀鸡儆猴。那北大荒是国营企业嘛，你给他罚款不是罚自己吗？你左手换右手而已嘛，你国营企业你说漏税，然后补税，然后罚款什么的，其实他拿北大荒做一个样板。北大荒是样板，那国营企业啊，左手跟右手而已啊。然后呢，你拿这个样板来对付后面的企业嘛，那后面的企业只好乖乖站好了嘛。北大荒都被这样克了，对不对？都补税查税了，对不对？那你后面怎么办？所以他拿北大荒就像他整范冰冰一样。他是树立一个样板，然后开始对付第2名、第3名、第5名、第6名、第9名、第10名这样，所以他是大查税开始，对，就是他拿一个做样板，然后准备真正对付的是后面。你北大荒就是国家给你钱，你来交就算了嘛，对不对？就像你说这个左手换右手，口袋都是自己，都是国家的钱嘛。对单位主管来讲，这个没事嘛。可是呢，这个样板一出来的话，那后面的企业是不是？包括民营企业，包括海外的企业，甚至于包括台商啊，北大荒都这样了，你怎么说，对不对？就这样嘛。所以呢，我估计这些都是查逃漏税，这就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啊，可能之前有提过吧，就是说中国王朝末期现象有2个形态，
我们讲过，一个叫明朝模式，一个叫清朝模式。明朝模式是维稳的经费由中央承担，那中央就要那个财政缺口嘛，所以就要开始什么变相加税，用各种名义加税，查逃漏税等等。然后呢，变相加税到最后变成横征暴敛。要财政缺口一直在嘛，是到最后的话呢，这最后一招一定是大印钞票。然后呢就恶性通膨，然后呢就民不聊生，官逼民还，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所以就跟闯王免纳粮。对，那明朝模式。在清朝模式是什么？清朝模式是维稳经费分给地方承担，所以地方就有自己的武力，拥兵自重。然后地方有什么叛变什么动乱，地方出兵去平乱。所以呢，那个太平天国不是朝廷平的，湘军，是地方武力去平的。对，这样子。最后呢，地方割据，叫朝廷退位。所以清朝下来不是孙中山革命的是袁世凯叫他下来啊。清朝是地方亡于地方割据啊，明朝亡于农民起义啊，就是关键在于维稳的经费是中央承担还是地方承担，是这样子。那你现在看现在的北京当局，你会发现他正在从明朝模式转到清朝模式。但他现在中央维稳经费他担嘛，现在是他嘛，他担不下去嘛，担不下去的话，迟早这里砍那里砍，我没钱了嘛。那地方政府发现上面没钱的话，开始自己想办法嘛。所以地方政府也会对他的那个管区内横征暴敛、变相加税嘛。到最后的话，大家都没办法，会有一招就是发债。发债的话就是借新还旧，我借新的债把旧的债清掉，那我的记录就好了。我的记录好，继续借钱，那就是一直以债养债，一直滚动。差别在于说利息，我付利息嘛。我这样的以债还债的话，以债养债的话，需要付利息。那所以到最后，我不断的从银行或者市场上发债以后，或者银行贷款拿到资金以后，去还掉旧的债，保持我的信用，我就可以继续这样一直运转，一直到有一天我借不到钱，我筹不到钱，那时候这个债务这个叫泡沫了，就破掉。有人把它形容为国家级的庞氏骗局啊。庞氏骗局的原理是这样：我拿新进来的本金去付掉我答应给的利息，我的信用好，哪怕我什么投资都不做，我只是拿新的本金去付旧资金应该给的利息，那这样子的话，我有信用，钱就一直进来，一直到钱干掉了，能够吸的资金都吸光了，后面没有资金进来了，没有最后一只老鼠，我就没有办法再对已经进来的钱去还本付息。这个时候泡沫破掉，庞氏骗局大家发现是骗局。那现在国家级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断的举债我付利息，然后呢，我取得新的资金，然后呢，我应付开销，还掉旧的债务等等，要一直运转，一直运转到有一天没有资金进来了，资金干掉了，银行的钱已经干掉了，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债务这个叫债务泡沫就破掉。那教授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在北京出版，应该中国现在出了2个故事。在整个中国里面，地方财政最糟糕的是东北，东北是非常糟糕的。那现在吉林省跟黑龙江省都出现一个事情是，吉林省是什么？他说他有一个水库，那水库里面都是淤泥，这个淤泥其实没价值的，就他居然讲说这个淤泥是有价值的，淤泥是有价，那我就把这个淤泥呢卖给另外一家国营事业，这个国营事业拿到这个淤泥了以后，就拿这个淤泥去跟银行去贷款。那大家讲怎么可能说你把左手换右手，把这个用完全没有价值的淤泥把钱给套出来？第二个就是黑龙江是拿一栋大楼，那个大楼这个烂尾楼，已经完全没有人住，也没有任何商业价值，可我一样把这个楼卖给了国家银行，卖给国家银行后，我又从里面贷款出来，代表说他现在地方政府没有钱，已经干了这种事情了啊，这个叫洗债务就是说我原来有个债务，我这个债务呢，比如说打折卖给你，你接，然后呢，你接很多这种债务，对不对？对。然后呢，你是什么来历？你是那个财政部跟人行、中央银行合资成立的控股公司，叫做债务整理的公司债务整顿的公司。对。他去接债务，然后债务的话，这个银行把债务卖掉以后，他的财务报表就干净了，干净了以后，他再用新的钱去把这个债务接回来。所以他在洗债务，就财务我旧的债务清掉了，我旧的债务卖掉了，对吧？对。然后我现在重新换款，那就新的债务嘛，我变成新的债权嘛，就变成新的债务，那经过转手一下，所以就是我说了洗债务。那这样能撑多久嘞？就是跟你讲说，银行的钱老百姓的储蓄一直吸到最后干掉嘛，
啊，就跟庞氏骗局那个类似嘛，社会上的闲置资金被吸干了，后面没有了嘛。对，一开始还有嘛，大家相信你嘛，发现你记录很好嘛，高报酬嘛，哈，比如你答应给10%的报酬率，你有做到嘛，钱都一直进来，一直到最后所有能够吸的钱都吸完了，对，就干掉了以后就破掉。难怪现在讲说很多钱不能放银行，放银行就拿不出来了。对呀，拿不出来。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次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白海豚，然后到了台湾，就到了中国，造成很大的，就是说刚刚讲的地方政府因为没钱。没有钱以后，你的地方建设就做得非常糟。那地方建设非常糟了以后，会发现台湾也有台风，台湾也有一些天灾。可是我觉得台湾承受天灾的能力比中国好太多了。同样的一个台风，我们来看画面，它进到了中国，然后马上就造成一个非常可怕、巨大的一个灾难，就代表说中国现在地方政府对你的所谓的地方建设的那种能力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不是，它是反过来，你知道为什么？你看最近从河南前一阵子，还有各地方的那个水灾，湖北、四川东华北都有，它是这样，它盖的水坝，在平常雨量的话，它是储水吸水没有错啊，可是雨量一旦过头，它水坝撑不住，它为了保水坝只好放水，那下面已经水很多了，你上面又放水，对，那当然就底下就这个完蛋嘛。所以每一次真的有大水灾的时候是更加恶化，因为底下已经在积水了，你上面还放水。那为什么上面放水？因为不放水，水坝会崩坏嘛。水坝品质太差，水坝撑不住嘛，水坝满了嘛。所以问题出在这里，就是说每次真的雨量很大的时候，它就是特大号的水灾。如果雨量小一般的话，那水坝还可以蓄水。就出在这里。所以要么没水灾。要么一来就是特大号水灾，就是这样子。因为雨量一大以后，水坝撑不住要放水，结果底下已经在积水了，你还放水，底下已经严重水灾，你上面还放水，糟糕嘛，是这样来。所以它要么没水灾，要么就是特大号水灾，就这样。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两天特别提醒一个，就是说因为中国这样子，所以现在中国的钱其实往外流。那中国钱这样往外流，不是只有他的是刚刚讲的红二代的钱往外流，他很多外资的钱往外流，很多国际资金也往外流。然后这个国际资金往外流要去哪里？他说你说是去到日本，也会去到台湾。所以现在日本、台湾、中国三者之间正在进行一个资金循环，是吗？从全球资金流动来看，最近日本因为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把它从1美元到164附近163点多164拉起来，拉到155、156就是把日元的防守线160先守住。那这个结果呢，会带来日元套利交易，就是从日本借低利率到外面去运用这个日元套利交易，会出现平仓潮，就是说卖掉在外面的资产换成日元来还掉日元债务。所以这个表示资金回流日本。就是从日本流出去的资金，现在要回流日本因为日本现在有变化了嘛你不能再继续玩那个套利交易可能有这个风险。要是日元快速升值的话，那么套利交易就更严重那之前上一个总裁黑田东彦的最后一年第4季曾经放话说要利率正常化，只是放话而已。当时1美元兑152日元，直接升值到1美元兑128、27，就3个月强力升值。因为这个太严重，从日本流出去的资金要回来，叫做回流日本，让日元就升值嘛然后这是第一个，所以现在国际资金正在蠢蠢欲动，要回流日本。如果日元真的关键在于日本央行是不是开始展开利率正常化，如果日本央行承认通膨严重，要利率正常化的话，那平仓潮绝对来，而且150可能都还守不住，可能会升到145，甚至于140就是日元会有升值的可能性。那这样的话，升值预期心理会让国际资金更是赶快回流日本，还掉日元债务。那中国这边的话，因为习近平想要控制资金外流，然后管制人员移动，不止管制商品移动，对不对？那这样一搞的结果呢，就是说已经进来的资金想走，这个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还没有进来的资金不敢进来了，那还没有就是进来的资金变少了，结果已经进来的资金担心将来要走的时候没有接盘侠，不想走的不需要走的也只好走。就是进来的资金变少的话，已经进来的资金就会想走，已经进来的资金想走，那更不想进来，资金更不想进来，它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资金外流会加速。
所以习近平的总加速师现在表现在加速资金外流，逼资金外流，特别是你要课20%的那个财富税哈，那富豪更是要赶快跑，就是会出现更大规模的资金大逃亡，更快，对，所以资金合理推测是从中国流出，加速从中国流出，然后呢，现在资金可能要回流日本，这两件事本来不相干。可是从全球资金流动来看的话，就仿佛说国际资金从中国流出，到美国绕一圈以后，到日本，到日本去。对。然后台商的资金原来到中国、到东南亚，现在可能有一个新的不同的理由，就是要传承。我们很多台商在海外有一些特殊的技术，有护城河。现在的话，年纪大了要回来告老、养老，然后退休，然后所以呢，事业不想放弃。所以把事业带回台湾，然后呢，可能还要上市。为什么？因为将来如果二代可以接就接，二代不能接，由专业经理人、由新的董事会来接。但是这个事业可以保存下去。所以现在老一辈台湾企业家在海外经营了30年，现在回来，对不对？他就想把他的事业能够传承下去，不只是家族传承，而是事业传承。比如有人会做什么玻璃的什么技术，有人会做什么工具机的什么技术，就是多少有一些。我的优势技术优势漂泊了哈，然后他们现在要把事业从海外带回台湾。所以以前很多这种事业是在海外的。对呀，台湾过去30年资本外流嘛，资本外流的话，先去东南亚，后来去中国嘛，现在要去哪里？去美国嘛。那很多资金当然也回流台湾嘛，所以呢，估计回流台湾的资金，有人估计大概会有40兆台币嘛，就是庞大的钱要进来。所以现在可能不是前淹脚目了，前淹膝盖就是大量资金回来。大量资金回来的话，当然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啦，那个餐饮、物流、娱乐、观光都会受影响。当然，如果是投资的话，工业用地也会被一扫而光那么这些都支撑台湾未来是不是黄金10年，黄金20年？现在台湾在走一个上升趋势，很多人还不太意识到。真的吗？有这么好吗？现在只看到一件事情。去年6、7月台股在22000、23000，今年的话44000、46000的翻倍了，1年哦。那未来2年的话，如果再翻倍呢，都到9万、10万去了嘛，那将来的话，说不定2、3年内台股还有大盘还有好景。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恭逢其盛，在产业革命，第一个，然后 AI 呢是有2个条件，一个是主权 AI， 就是各国都要有自己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有人搞德文，有人搞西班牙文，有人搞法文，有人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各种文字。挪威、瑞典都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数据中心，所以他们都要盖自己的那个资料库数据中心这些基础设施订单都来台湾。再来一个就是恢宏供应链，美国现在发现以前美国的 AIT 对台湾都很了解调查了5、6年，台湾中部有一些那个厂他去跟大陆买零组件。摆个4成5成的，然后自己在台湾再做个4成5成，对，然后最后说 Made in Taiwan， 美国说你骗我，他有调查这个很清楚，美国人美国人是干活的。我碰到一个技术官是犹太人，他的工作就是在台湾这边阻止技术那个破口，很多台商把技术移到中国去或者卖给中国企业，他要把这个技术管制的，美国有技术管制嘛，这个破口要封起来。破口是台湾嘛，所以美国为什么有时候对台湾会不太客气，拍桌子就给你关税什么？前一阵子，因为你技术破口没有给我做好，你没有对付好这个，我在技术管制，你成为破口嘛，你没有配合嘛，所以美国现在对韩国也脸色不好看嘛，因为韩国对不对？你知道，所以现在台湾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配合美国还是不配合美国？如果配合美国的话，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技术管制，你台湾不要成为破口。所以现在美国干脆直接要求100%。全部零件都不能有中国企业的，不管那个什么是不是有安全问题，不管了，反正就是不能有中国企业。对，然后这个叫恢宏供应链，100%恢宏供应链。它现在包括机器人都一样的开始。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以前用中国的东西是在贪图它的廉价劳动力，压低劳动成本。现在整个逆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大重置，表示什么？我宁可背上劳动成本上升。我也要有安全考虑，我现在为了安全考虑，我宁可让成本上升，所以呢，最近通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逆全球化带来，全球化带来物价下跌，那逆全球化就带来物价走高，成本走高嘛。但是这个是过渡期，美国为了安全考虑，现在不得不打造一个叫做恢宏供应链。恢宏供应链的话是订单基于安全考虑，订单从中国流出，基于信任，订单流到台湾。所以台湾现在是在美国眼中，如果台湾值得信任。
更多订单会涌向台湾，再加上原来台湾就有产业链 AI 啦、晶片啦，订单本来就会流向台湾，然后现在呢，原来可以采购中国的零件啊，一些什么东西的，现在不行啊，全部的东西都要台湾自己做，那台湾成本高，对不对？好，高一点没关系。现在美国说，反正我吸收嘛，所以现在无人机这个产业链整个要放在台湾的话，那么中间有很多东西，原来可能我们的厂商跟中国企业买一些零件嘛，现在不行，要在台湾自己做，啊，或者你跟日本啊、跟盟友买也可以，就不可以跟中国。对，就是不能用中国的，啊，这个死命令下来以后，台商都傻眼了嘛，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台商要恢复生产线，重新开动。以前我们成本高，向中国买，现在不行，自己做。那这样的话，完整的产业链如果真的在台湾落地的话，那不得了。无人机产业，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要说无人机产业产值没那么大，对啊，它这么小众吗？将来无人机是消耗材，无人机还要建立大量库存，而且很多国家都要，所以呢，无人机的那个需求其实还没到顶。就说它是消耗材，打掉就补充，打掉就补充。它是消耗材，就跟我们用什么肥皂、饮料一样，都是消耗材。它不像那个什么雷达系统，我们的热山雷达系统那不是消耗材啊，那是耐久材。所以无人机既然是耐久，是消耗材的话，它一出去大量出去，消耗很快，对不对？不断补充嘛。你看为什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产能800万架一年了？那就打完就没了，不全欧洲最高嘛？为什么？因为它消耗材嘛，消耗掉。对，所以将来无人机的需求一定超过目前我们的合理防卫需求。因为你一动起来的话，马上就消耗掉一半以上，一大半以上了。你到时候再来生产可能来不及，所以不但要建立大量库存，而且还要有大量的生产线。然后台湾这边肯定要用大量无人机侦测一下对岸的军事布防，甚至于如果现在无人机如果能够2000公里的话，台湾的无人机直接到北京。对，因为乌克兰已经到1500了。对，所以呢，将来无人机在空中停留够长，然后呢，可能还有分工，有的无人机做侦测而已，有的无人机做攻击，有的无人机做什么什么，分工的结果会有一个平台来指挥这些无人机僚机甚至于是有人开的飞机来做指挥，也或者无人开的无人机一个平台也可以。总而言之，无人机的技术发展还没到顶，无人机的产能也还没到顶。如果台湾接得下来的话，应该会发展成一个新的产业聚落，然后成为新的，因为将来无人机是这样如果这个无人机一流的，比如说98分你的无人机很好，但是只有90分、92分，当然要98分了，那不行你会被干掉。当然，所以到最后，全球的无人机只好买那个顶级的。而顶级的话，如果在台湾生产的话，台湾决定卖给谁不卖给谁，就是地缘政治影响力。我不把最好的无人机卖给你，我卖可能90分的、85分的卖给你。所以台湾将来决定顶级无人机的流向，这个就是地缘政治。台湾的无人机有这么厉害吗？我说，如果我们打造出无人机产业聚落，将来有这个可能性，就是最顶级的无人机，最好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卖给谁？比如说美军买 OK， 对不对？日本买 OK， 对不对？你这个亲中的那个国家要来买，不行类似这样嘛。就是台湾可以决定最优的那个无人机到底要卖给谁，不卖给谁。比如以色列来合作，对不对？可以那个如果说比如说伊朗还是印度要来，可能不行就是台湾将来的无人机往哪里流，那个流向本身就是地缘政治影响力，然后会跟美国、日本配合。那这样走向不是逼着台湾跟中国要越来越坚壁清野、楚河汉界、参谋告？中国本来就是对你没有动摇的，他对你的他的野心没有动摇。中国什么时候真的把他的野心让步？没有嘛。他一步一步的到最后干脆撕破脸说，92共识就是一国两制。那你还谈什么？如果92共识是一国两制，当然国民党政府怎么可能答应嘛？不可能嘛！这谁都知道这个不是嘛。他硬是霸王硬上弓。所以这里补充一条大国跟小国谈判签协议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能有模糊条款。因为模糊条款事后的解释，大国往对他有利的方向讲，小国难以招架。我们以前有一个例子。大概1980年代的时候，后半期的时候，我们的经济部长、副部长就次长王建轩代表我们跟美国谈烟酒公卖，烟酒销售，美国的烟跟酒要卖进台湾，结果当时呢，我们疏忽了，有一个地方有模糊条款，什么地方？广告。但烟酒的东西品质是固定的，所以差别只在于说能不能做广告，什么时段做广告，在什么媒体上做广告。我们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有掉以轻心，大意了。美国后来在这里做广告，那里做广告，我们发现说不行
根据那个模糊条款，美国往对他有利的方向解释，我们挡不住。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才明白，大国跟小国谈判的时候，小国要特别注意，尽量把所有东西讲清楚。这样的话，大国以后要翻脸的话比较不好意思。如果你留下模糊条款的话，绝对是对大国有利，就不能让他有任何解释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列出权益条款。什么权益条款？如果是状况 A， 我们按照这个条件交易；状况 B， 我们这个条件；状况 C， 我们按照这个条件交易。你要有权益条款，不能一个条件交易条件适用所有状况，这样不行。是，所以。那我们跟嘉荣聊那么久，就是这个世界是一盘棋，有些看起来你毫无关系的，它后面的这个所谓的互动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你就看到中国现在它需要抓人，它现在抓钱，其实跟中美大对抗是有关系的。它现在的技术一定要留在中国，它钱一定要留在中国，但它越是这样做，就代表它现在对人跟钱的需求真的是越来越高。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集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政协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